摘星老鬼和黄轩正在为达成共识而兴奋的时候，萧炎手掌一挥，就是11具傀儡闪亮登场。青灵一声冷笑后，又是10来道身影凭空出现，领头的赫然就是九幽地冥蟒族失踪的那2名斗尊强者。黄轩和摘星都有些懵了，不过黄轩转念一想，萧炎竟和搅乱九幽地冥蟒族的元凶在一起，那自己不就又多了一个弄死萧炎的帮手？黄轩毫不留情的就嘲讽萧炎的愚蠢，萧炎却是无动于衷。在他认出青灵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他与九幽地冥蟒族必然会有恩怨，谁叫他帮亲不帮理呢？熊战见黄轩一直唧唧歪歪的，很不耐烦的表示，要抢动手就行了，不敢就滚蛋。不敢！黄轩扭头就跟摘星说起了战术，自己负责对付那实力将近5星斗尊的傀儡，摘星负责对付萧炎，其他人就交给自己这边的强者阻拦。摘星其实是不愿意对上萧炎的，可如今的局面也容不得他说不。正想点头之时，那白发男子突然冒出来，表示自己愿意对付萧炎。其原因嘛，也不全是为了谋女吧，主要他觉得萧炎抢了本该属于他的风头。摘星自然是很乐意让别人来接手萧炎的，但他看了看白发男后，很实诚的表示，你不是他的对手。白发男，咱就说话一定要说的这么直白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还混不混了以后？白发男不服，但接收到黄轩摆手信息的他，不得不咬牙退下。黄轩，蠢货，抢着去送菜呢，白给摘星打工啊！此时的黄轩打着什么鬼主意呢？他其实一开始就没想过能真的拿下萧炎，他只是利用摘星拖延时间，等族中强者赶到之时，龙皇本源果就没得跑啦。已经开始做美梦的黄轩，正准备开始实施拖延计划的时候，唐振站了出来，开玩笑，这个时候不出场，之前与萧炎建立的良好关系不就白瞎了？摘星老鬼很是愤怒，眼看他们这边有些略占上风，这焚炎谷一插手，局面立刻就逆转了。毕竟他都没有把握能够战胜唐振。摘星试图用焚炎谷来威胁唐振，唐振这么多年的谷主是白当的，早在站出来之前就已经权衡完利弊了好吗？只见唐振十分不屑地表示，焚炎谷在中州称雄之时，你摘星小鬼怕还没出生呢。此话一出，给摘星老鬼气得不行。冰河却是在此时开口道，既然都这么热闹了，那自己也来搅和一下吧。冰河尊者觉得是时候清算一下萧炎与冰河谷的恩怨了，虽然碍于谷族自己不能直接出手，可只要拖住唐振，还怕摘星弄不死萧炎。冰河的突然加入让摘星与黄轩大喜，手掌一挥便命众人冲萧炎一行人杀去。萧炎第一时间就完成了天火3玄变的3变叠加，将自身实力提升到3星斗尊。摘星一看萧炎的动作，嘴上十分不屑地说，萧炎不过是利用秘法强行提升至3星而已，还没有资格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手上却是很实诚地放出了10道魂链，使出了锁魂。只是萧炎一记燕分射浪尺，直接就破开了这一击。摘星老鬼盯着萧炎缓缓地笑了，原来之前锁魂只是一个幌子，为了酝酿他真正的杀招森罗大仙手，这可是摘星老鬼的成名杀器之一哟。望着那暴掠而来的星辰巨手，萧炎面色有点凝重。这摘星老鬼吃一堑长一智呀，知道速战速决了，可那又怎么样呢？看我地印诀4印叠加。摘星老鬼看到丢丢小的金层手印的时候，内心是不屑的。他自信只要不是那火莲，萧炎定会被压得毫无还手之力。可他却忘了萧炎已不再是当初的9星斗宗，而他看不起的小小手印乃是古族的高级绝学之一。大小完全不成比例的巨手以及光印相撞的那一刻，直接崩塌出一个巨大的空洞。星辰巨手与金层光芒不断的释放着狂暴能量，一副拼尽全力要将对方吞噬的样子。然而那风暴般席卷而开的能量却是在某一刻突然停止。看着同时湮灭的2道光芒，摘星老鬼有点慌了。这要是让萧炎再成长下去，自己哪里还有活路？于是摘星不再隐藏，终于是使出了他压箱底的晃魂身法。就连萧炎将3000雷动施展至极致，都无法与摘星的速度相比。要知道，摘星从未对5星以下的斗尊施展过该功法，萧炎顿时就节节败退，被迫成为人肉沙包。奇怪的是，萧炎的面色诡异的平静，甚至几乎放弃了所有防御，只为在摘星老鬼轰他一拳时，也能毫不客气地回击对方一拳。在萧炎硬生生地扛了摘星几十拳后，摘星终于是回过味儿了，是3000焰炎火。他就说以自己的实力，莫说一名1星斗尊，就算是真的3星斗尊的强者，挨了这么多拳也顶不住呀，哪里会像萧炎这样气息越打越雄厚的？不能再拖了，争取一击必杀。下定了决心的摘星老鬼一拉开距离，就再度使用幻魂身法消失了。其实若他再揍一会儿，说不定萧炎就败了，因为3000焰炎火虽然能及时修复伤势，但那种痛感也会被放大数十倍，而且3000焰炎火治疗伤势需要消耗不少的斗气呢。看着摘星消失的萧炎咧了咧嘴，终于是放出了他藏了许久的古意，反正已经和天妖皇族撕破脸了，还怕什么？
有古意加持的萧炎速度立马就甩了摘星几条街，手印刚结到一半就被萧炎打断了的摘星老鬼一口老血还没来得及喷出来，就见萧炎又要开始凝火莲，吓得摘星老鬼立马上前就想打断萧炎，可此时的他哪里追得上，看着被自己远远抛在身后的摘星老鬼，萧炎冷笑道：现在你的速度可还不够哦，他不够的话再加上我等可够了。萧炎的话刚落，一道声音突然在这片天际响彻，天妖皇族的强者到了。看着那2名突然出现的5星斗尊，萧炎的心情有些沉重。一名身着灰白衣袍的老者看清萧炎背后的古意后，咬着牙道：小子，你的胆子真的很大。另一位天妖皇族的老者直接表示：不用废话，擒住他，拔去古意，带回族中接受族罚。灰白衣袍的老者很是认同的点了点头道：也好，抓回去废了他的斗气，让得他在陵墓之中跪服一生。萧炎看着2人一唱一和间就将自己的余生安排好了，不怒反笑，直接加快了火莲的凝聚速度。摘星很清楚火莲的威力，提醒这2个强者不可大意。那2人却并未放在心上，萧炎凝聚好的火莲已经冲2人飞来时，2人还在感应并讨论萧炎身上的妖皇血晶，直到火莲已经很近了，他们才不急不慢地合力凝出妖皇钟。很快他们就为自己的自大付出了代价。火莲撞上妖皇钟的一瞬间，钟身就裂开了一道道细微的缝隙，2人正想着加固钟身的时候，萧炎就控制着火莲炸开了。砰的一声响后，那坚固无比的妖皇钟就在2人惊愕的目光中碎成了渣渣。最终2人虽未受什么伤，但藏在袖中的手掌还是有一点抖的。萧炎这次虽借着2人轻敌取得了小小的胜利，但大体形势对萧炎他们还是很不利的，因为他们已经被不知何时出现的将近100道身影团团围住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呢看到这里啦，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